我是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一开始我就是想找个乐子。我家有2套房子，旧的那套去年简单装修了一下就租了出去，虽然房租不多，但也算是笔钱吧。1个月前有人来看房子，是一家3口，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和他们的儿子。这对夫妻穿着很朴素，瞧着也挺有礼貌的。那个孩子还很小，不超过1岁，按道理正是要哭闹的年纪，不过看着还挺安静的，总是在睡觉，由他妈妈抱在怀里。他们对房子也没有挑剔的，只要家电都能用，周围有菜场就好。这么好说话的房客在这年头也算是可遇不可求，我立刻拍着胸脯给他们打保票，住的时候只要遇到麻烦，一个电话我立刻过来帮忙，风雨无阻。于是当天就签约了。1周后他们的东西就全搬来了，我还特地过去帮了忙。他们的行李里有一个很重的箱子，还特意锁上去了，全程他们都不让人碰这东西。我要说要帮忙搬，男的还和我急，说是家里的人都骨灰。那就算了，他们不觉得晦气，我还觉得晦气呢。原本也不会出什么事儿，但事情坏就坏在我的一念之差上。我也真是无聊，人一无聊就容易犯贱，我就犯了贱。突然想起来房子里装过一个监控探头，以前是因为家里养猫，怕它独自待着的时候咬电线，还是针孔摄像头，藏在一个不用的电源插座后面。前2年我家的猫老死了，这东西就被忘记了，也没拆。毕竟也过去2年了，我也没抱多大希望。想那监控估计早没电了，谁知道我一点开监控关联的 APP， 手机屏幕上就跳出来一个女人的裸背，我当场吓了一跳，但也舍不得关。再仔细看看，是那家租客的妻子，她刚洗完澡，在客厅里裹着浴巾打电话，家里没有人，她估计是在和她丈夫打电话。你猜我怎么知道的？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。女人和喜欢的男人说话时，那种又像是在笑，又像是撒娇的样子，装都装不出来。我猜对了吗？真不好意思，只猜对一半。1个钟头后，有个男人上门来，他和这个妻子抱作一团，然后就一起滚到卧室里去了。这个男人当然不是一起来租房的法定丈夫。也对，谁说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能爱一个男人呢？这对狗男女厮混到下午3点，然后男人走了，女人开始打扫卫生，到3点她小睡一会儿，那个男人出去给她买了点菜回来再离开。在这事儿上他倒是够贴心的。女人在厨房准备晚饭，一直到7点多丈夫才回来。那时候小孩已经先吃过一轮了，2个大人吃得很简单，到20分钟后就开始收拾碗筷了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夫妻生活是真的很乏味，相敬如宾，说的就是他们这种了，完全也不吵架，也不怎么说话，看着像是一对普通同事。我多少也理解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出轨，这么闷的日子是我也受不了。我一连监视了他们3天，每天闲来无事就打开手机看2眼他们的日常作息。要问我有没有罪恶感，其实是没什么的，毕竟我也没看到什么隐私情节。这对夫妻就是男的上班，女的带孩子，卧室里又没装监控，他们也不是热情似火的类型。在客厅里就是每天就是聊天，监控没声音，我自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要说女的没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看过的，但也就是第1眼很刺激，后面看多了也就这样，就是白花花的肉。她的出轨对象后面几天也没来。这个女人每天都是在房子里做家务，照顾孩子。不得不说，她真不是个讲究人，
对自己的小孩也挺随便的。小孩哭了，他也不会哄，就把奶喂给他喝，喂完也不抱着，自顾自打电话。我觉得男的也是够可怜的，甚至想要不要偷偷提醒他一下，头顶绿了。这个念头就是一闪而过。偷偷装监控可是刑事犯罪，我可犯不着为了个陌生人把下半辈子搭进去。其实他们的日常很无聊，我看多了也有点厌烦了。本来想着最后看几天就关了吧，以免让人抓住把柄。可就是那最后一天，最后几眼，看出事情来了。我看到那个女人把那个上锁箱子打开了，里面压根儿不是骨灰盒，而是金子。隔着监控我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从颜色和形状怎么看都像是一堆叠着摆放的金条。我吓得背上起了一层汗，再想仔细看看，那个女人却已经把箱子关上了。监控软件有回放功能，我立刻倒回去看了一遍，这是个密码锁，我已经记下了女人输入的密码。那个晚上我整夜没睡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就看看，不动手，满足一下好奇心，看看到底是不是金子。如果是真的，那肯定也不是这家人正经赚来的。我搞不好做个热心公民，举报犯罪还有奖。你会信我这套说法吗？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信。我已经彻底摸清了这家人的生活规律。男的早上8点出门，到晚上回来；女的下午2点小睡一会儿，全天不出门。要进他们家其实不容易，要先把女人引出去。我从监控里看着女人的动向，到下午2点，她被一个电话叫去居委会做流动人口普查登记。这是我之前打电话举报的，说这家人看着有点奇怪，居委会就同意借着人口普查问明情况。我知道问不出什么的，但可以把她引出去至少20分钟。女人不情不愿出门了，她一走远，我立刻上楼开门。钥匙不对，他们把门锁换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一个楼层2户人家的阳台是相邻的，没多少距离。隔壁的邻居认识我也有很多年了。我随便编了个谎话，说房子里的空调坏了，女人让我来修，可正好人不在，我不想白跑一趟。邻居就让我进了他家，从他家阳台翻回了我自己家。一进屋，我立刻直奔房间，从柜子里拿出了那个箱子。说是拿也不恰当，太沉了，简直是拖。我在衣服上蹭了一把汗，屏住呼吸，输入密码，打开箱子。箱子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睁不开眼。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知道金子原来这么亮。我抓了一块咬了一口，有个印子，应该是真的。箱子里还有几个小盒子，我抽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钻石。我粗略数了一下，大约放满3个盒子的钻石和近20块金条。你问我拿了没有？当然拿了呀。事后想想，这东西不应该拿，但那一刻看着金子和钻石，我的脑子想不了任何东西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不拿是傻子。我抓了一把钻石，偷了2块金块揣进兜里，想着这里有这么多，随便拿一点，一时间肯定是发现不了的。而且就算发现了，对方也不知道是我拿了。我带着东西想离开，正巧经过客厅的摇篮。不知怎么，我经过摇篮时，那个婴儿就开始大哭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痛不欲生，整栋楼都听到了。我害怕他把人引来，就冲过去捂住他的嘴。捂了几分钟，那个小孩消停了。我松开手，发现他看起来软塌塌的，伸手去摸他的呼吸，我发现他已经死了。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家的，一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全完了。
我杀人了，就算是个婴儿，那也是杀人。我想过要跑，可是一旦跑了，就坐实了一切。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没有证据，除了我的邻居，没人知道我到过那里。而且我做了伪装，我把那个婴儿翻过去，背朝上放在婴儿篮里，让他看着就像是自己不会翻身，窒息了。我希望他们以为这就是一场意外。我最后还存着一点侥幸心理，我想他们不会报警，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正经人。那么多的金子和钻石，难不成是公司发的遣散费？我把偷拿出来的金子送去找熟人鉴定，对方说纯度很高，这样一块至少值15万。我不敢贸然出手，只能说是有个朋友缺钱，托我问的。那随手一拿，我至少拿了50万以上。我把金子和钻石搂在怀里，惴惴不安地看着监控。女人回来了，她发现那个婴儿死了，但是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叫，而是慌慌张张打了个电话。半小时，她之前的情人过来了，他们商量了一阵，女人就又把那个箱子拿了出来，打开密码锁。他倒出了所有钻石和金块，和情人一人一半放在背包里，头也不回走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全了，但我想婴儿的事儿应该是过关了。这个女人觉得小孩窒息是自己照顾不当，所以就跑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个孩子说不定也不是她亲生的。我现在倒有点同情男人了。他一回家就发现家里什么都不剩了，金子没了，女人没了，只有一个死掉的孩子。这个男人当场就发疯了，这也不意外。他把桌上的东西扫了一地，我不用看他的表情都知道他是暴跳如雷了。男人几乎没有犹豫，就立刻追了出去。我在屏幕前松了一口气，这件事好像完全变成他们的内部纠纷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接下来是一段像梦一样的时间，男人有3、4天没有回来，这个房子都是空的。我几乎以为他们都逃走了，也就满心欢喜地花起了我的天降横财。我把钻石卖掉了一部分，又卖了一块金子，剩下的部分我全藏在床底下。陆陆续续有近40万到我账面上，你说我要怎么花？这还真让我烦恼了一阵子。我高兴得太早了，好日子很快就过到了头。一天夜里，男人回来了，他把那个女人也抓回来了，还有一个行李箱。那个女人就被绑在椅子上，男人好像在问她什么，应该是问她金子或者孩子的事儿。她又哭又摇头，好像在说什么都不知道。男人当着她的面把行李箱打开，里面是女人情人的尸体，已经发硬了。女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涕泪纵横，想叫却没办法叫，嘴堵上了。男人见没办法问出什么，就绕到椅子后面去，用衬衫卷成条，把女人勒死了。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，当场我就冲去洗手间吐了。等我吐完回来，我发现男人没有动，他直直地看着一个方向走神，然后他慢慢朝着监控走过来。他走在监控前面，朝我对了个口型，他说道：“我看见你了。”监控被扯了出来，屏幕一下子就黑了。我又想吐了，这次是被吓到吐了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他知道我是谁，我叫什么，我住在哪里，我要跑都来不及。5分钟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男人打来的。他还是很客气很憨厚的语气，说家里的空调坏了，问我能不能过来检查一下。我说好的，没问题，我马上来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一点，但其实
我的腿在抖，我倒在床上，一下子没站起来。我扶着墙走到洗手间，对着镜子连抽自己2个耳光。不能慌，我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慌。既然他敢打电话过来，就证明他没那么确定。他就是赌我敢不敢赴约。要是我跑了，就坐实监控确实是我偷的，金子也确实是我拿的。更进一步，我闷死那个婴儿的事也绝对藏不住。所以我去了，装得坦坦荡荡，若无其事。虽然我的手还有点抖，出门前还特地去了2次洗手间，以免尿裤子。但敲门时，我确信自己看着绝对是镇定的。男人看见我来了，直接把拆下来的监控甩在我面前，说：“你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不是我装的。房子租给你之前是我自己家，我装这个有什么用？”男人哼了一声，显然不信。我看他这样反而松了一口气，我觉得他是有忌惮的，不敢贸然对我动手，所以有怀疑的时候我也能把我叫来质问。我说：“那我们报警吧，这绝对不是我装的。你要是信不过我，就让警察来查，这样给大家都有一个交代。”男人反而慌了，他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也不是信不过你，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你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老婆孩子都在这里啊，被拍了算谁的？”我说：“好，那各退一步，我赔你2000块吧。但先说好，不是我心虚，是给你的补偿费，毕竟我把房子租给你了。”男人没说话，只是盯着我看，他的眼睛完全是野兽的眼睛，我觉得我背上已经彻底湿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男人说：“这件事我不能做决定，要让我老婆来决定，你跟我去见她吧。”她就在卧室里。我跟着她进了卧室，我看到那个女人正坐在床上，穿着一套很家常的衣服，扭头看了我一眼。光这一眼，我就吓得魂飞魄散。我明明亲眼看到她被勒死了，我没敢把心里话说出来，就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大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没想到这里装了个监控，都是我不好。我给你2000块补偿费，求你原谅我吧。”女人说：“算了吧，我看你也是好人，我知道不是你的错。”她指了指旁边的摇篮说：“我们轻点说话，别吵到了孩子，小孩子刚睡下。”她正说着这话，没想到摇篮里真的响起了小孩的哭声。女人连忙过去，又劝又哄，我连牙齿都开始抖起来，但还是稳住了，没让声音再抖。我说：“好，那大嫂我先回去，前一会儿打给你们，是我对不住你们。”女人说：“没事儿，以后注意就好了。”男人把我送到门口，好像很意味深长地和我说了：“你路上小心，别出什么事儿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等下楼坐回车上，我看到摸了摸自己的裤子，发现汗连内裤都打湿了，屁股上凉飕飕的。谁知道我见的是人是鬼，但不管是什么，我觉得这里都待不下去了。管他是不是做贼心虚，我决定明天就跑。我连夜订好机票，把钱从床底下全部挖出来。可谁想到我的行李还没准备好，第二天就有个陌生的男人来敲门。他一共说了2句话，就把我吓傻了。第一句他说的是：“你好，我是警察。”第二句是：“我现在正在调查一起绑架案，你可能参与其中，希望你能配合调查。”我立刻说：“冤枉啊，警察同志，我是守法公民啊，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。”警察给我看了2张照片，正是来租房的那对夫妻。他说：“你认识他们吧？他们参与了一起绑架案，绑架了一个富商的孙子。”我说：“他们就来租了我的房子，可我不是他们的同伙。”警察又给我看了几张照片，
正是上一次我鬼鬼祟祟从小区出来的照片，把我的脸拍得很清楚。警察说，我已经跟踪他们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为了人质安全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个团伙应该有5个人，现在找到4个，还有一个主谋从未露面。我傻眼了，说：“你怀疑我是主谋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”警察说：“那你就如实交代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不然我就把你带去局里问话。你昨天晚上去了他们家，到底说了什么？是不是后续的犯罪计划？你的车是不是用赎金买的？”好家伙，我就只能全招了。其实也没全招，把婴儿闷死的事儿我没敢说，我就说了我装了个监控，看到他们有金子就偷偷拿了一点。女人回来以后发现钱丢了，就和姘头一起跑了，没想到男人竟然把她抓回来杀了，还发现了我的监控。警察说，私自安装监控，知情不报，偷窃赃物，这每一项都是要坐牢的。你这还是数罪并罚，你自己想想怎么办？我立刻把床底下的金子都推到他面前，说：“这些钱我都上交，放我一马吧。”警察说：“你当我什么人？这是赃物，我怎么能要？你好好配合工作，争取将功补过吧。既然你现在是房东，那就有机会接近绑匪，争取把孩子救出来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”我摇头说：“我害怕。”警察说：“我们在外围会有人保护你的，你不必紧张。不行的话，随时突围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害怕这个，我是见鬼了。我把亲眼看到女人死掉，可女人又复活的事说给他听了。”警察又把照片拿给我看了，说：“你认真回忆一下，昨天你见到的这个女人和之前有什么差别？”我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好像变得更胖了点，脸肿了，身上倒是瘦了许多。”我没好意思说，其实是胸变小了。警察笑了，又拿出2张照片给我看，挡住头，让我看身材，问我昨天见到的女人更像是哪一个。我选了一张比较像的，把手拿开一看，完全是另一种脸。我多少明白过来些，其实是2个女人。监控里那个被杀了，昨天我见到的那个是整容成她的样子，不过脸能整，身材就不行。我现在回过神来，之前搬家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听那个女人说话，后面也是在监控里见她，刚才又是在昏暗的房间里，所以换了一个人也是有可能的。警察认同了我的猜测，又给了看了一个男人的照片。这家伙很眼熟，就是死在行李箱里的情人。我问警察怎么回事，警察说：“我说了，犯罪团队有5个人，一个是没露面的主谋，剩下的4个都是负责绑架的帮凶。租你房子的一男一女本来就不是夫妻，他们是富豪家里的保姆的丈夫和司机的老婆，和另外2个才是正配。你说的情人就是司机，整容的女人是保姆。4个人里应外合配合作案，保姆抱出小孩，司机把小孩弄走，另外2个人就拿着赎金先走，说好等事情的风头过了就平分。小孩失踪后，保姆的嫌疑最大，可是他提前跑了，一直没找到人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整容了。我问，保姆为什么要整容成司机的老婆？这应该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，整容也是要恢复时间的。警察说，因为保姆是写了认罪书，畏罪潜逃的。小孩一失踪，肯定是周围人的嫌疑最大。如果挨个排查，所有人都跑不了。所以保姆跑了，坐实自己的嫌疑，让其他几个人看起来是清白的。为了撇清关系，她还提前和老公离婚了。现在看来，
他是早就准备好用别人的身份，所以不管司机夫妻是不是准备拿钱逃走，他们都是必死的，都是一群亡命之徒，黑吃黑是肯定的。我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我说那个男人不确定监控是不是我装，就是因为他怀疑是同伙在监视他。警察说，对，他就是怀疑那个没露面的主谋找他算账。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，这4个人很有可能是背着主谋把钱和小孩带走，主谋什么都没拿到，而且明明已经付了赎金，他们却没把孩子还回去，很可能是这4个人还想再捞一笔。现在富豪很着急，他完全不在意钱，只想要那个孩子回来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不敢告诉他那个小孩已经死了。我问，那你想要我做什么？警察说，我希望你和我合作，救出孩子。我说，帮忙没问题，但你先要答应我，事成后你要放过我。警察有些愣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说，你不是警察，你就是真正的主谋，想拿我挡枪。你要是拿了钱，很有可能杀我灭口。警察有些不高兴，拿出证件给我看，说，你还想要什么证据？要不要我给警局打个电话证明你的身份？我说，好，那你打呀。要我给你拨号吗？我把手机递过去，他没接，反而笑了，问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破绽的？我说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你不主动给我看证件就算了，连手铐和枪这种警用设备我也没见过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也没见过你的同事，哪有警察一个人单枪匹马出这种危险任务？而且你对这个绑匪团伙未免也太熟悉了，就这样还不收啊？反正我是不信。他说，你既然没报警，就是准备和我合作，说吧，你准备谈什么条件？我把录音笔给他看，说，你刚才就算是认下自己是主谋了，你要是敢对我下手，这录音会自动上传到网上，不过你也有我的照片，这样都算有把柄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别想费心拿回那个孩子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大惊失色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么大的表情波动。我继续说，我去偷金子的时候，就发现那个小孩翻不过身，自己闷死了。那个保姆也是发现后才拿钱想跑。他沉默了一阵，问我，凭什么我要相信你？说不定就是你杀的。我说，那你没有证据？他忽然笑了，说，那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们可以谈合作。我现在真正担心的不是警察，因为根本没有报警。他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告诉我。他是富豪的秘书，已经做了快10年了，越是离有钱人近，就越是感觉嫉妒像火在烧。凭什么那人可以这么有钱？凭什么他的儿子什么都不用做，凭出身就能分到这么多？他决定铤而走险。为了这次绑架，他准备了3年。原本想要绑架的是儿子，但没想到计划实施前他的出车祸死了。好在有个遗腹子，就把目标确定为这个孩子。但目标一变，帮手也要变。他没办法再用自己用惯的人，只能去老家找新面孔。隐患就出在这里。他先是趁着上一任司机退休，把自己老乡介绍顶替过去，然后故意让小孩过敏，解雇了上一任保姆，换上的新保姆也是他安排的。明面上所有人都不认识，实际上都听他指挥。他还花钱让他们把家里人也接过来，2对夫妻在行动的时候好有照应。他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
没想到这4个人竟然暗中串联，第一次拿了赎金后，就拿了金，带着小孩分批跑了。他痛骂这就是一群蠢货，不跑还没事，跑了就全完了。原本保姆的认罪书就没办法让人信服，更别说写完认罪书，司机就辞职，富豪自然会起疑心。好在这4个人明面上和他不熟，暂时还查不到他头上，但这也是暂时的事。富豪从头到尾没报警，一来是担心伤害孩子，想让他们拿了钱就算了，更关键的是，要是出了事儿，他就准备私了。我问私了是什么意思，他把手在喉咙上横了一下，说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小孩死了，彻底没法谈了，必须拿了钱快走。我和他定了一个新计划，我给男人打了一个电话，用暗语和他对话，说他有个老乡姓赵，之前托他买的茶叶怎么给了钱没有货，让我来问问。男人听了我这么说，立刻就慌了，问我知道多少。这大概就是他们联系彼此的暗语，茶叶就是赎金的意思。这是问怎么拿了赎金就跑了。我说你出来见我一趟就明白了。我把男人约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离我的房子很远，到时候我把男人引出来，他则去对付女的，把钱拿出来后立刻离开。我和他说好，我不要钱，只希望所有事回到没发生的时候。他答应我，拿到钱就不会再和我联系。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把男人引出来，是不是没办法对付他？主谋说是，你看到他都杀了2个人了，真的动手，我们2个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问那我和他对峙，你怎么保证我的安全？主谋给了我一把假枪，说你用这个吓唬他就好，扳机是可以扣动的，只要这次把他吓跑了，我之后会拿钱雇人解决他的。我说这个计划我同意。我心里想同意个屁，要是这家伙拿了钱就跑，那男的以为是我派人杀了他老婆，那我不就死定了？到了见面那天，我一个人赴约，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真叫一个荒无人烟。我要是在这里被宰了，叫破喉咙都没人会发现。可是我也不是很慌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关键了。这4个绑匪里，有人聪明，有人傻，有人负责武力，有人负责智力。像是这个男的，他就不如他老婆聪明。虽然杀人如同杀鸡，但是上次几句话就被我哄过去了，所以这次我也不是不能对付他。男人出现了，朝我走过来，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问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上次的监控果然是你装的。我把假警察的证件丢给他，这是我出门前偷的。我说监控不是我装的，是这个警察，他让我配合工作，说你有问题。男人证件上的照片脸色一下就变了，说这人不是警察，都是骗你的，这是假证。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你千万不要信。我抓着男人的手说，大哥，你别担心，我是信你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假警察让我把你叫出来，不然就算你的同犯，让我把你叫出去，他要趁机搜查你家。男人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立刻和我说他是好人，那个才是坏人，然后头也不回就跑了。我知道他是回家去了，我自然也开车跟在后面。我看着男人上了楼，但是没有跟上去，我才不要第一时间当炮灰。我等了10来分钟，走上楼，也贴着门听了一会儿动静，等里面消停了之后，我才推门进去。一进门，我就看到一地的血，之前那个假警察已经倒在地上，背上插着把刀，眼睛上有痣的女人在肚子则挨了一刀，
那个男人抱着他老婆，正用布条给他止血，他也受了点轻伤。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了，这个男人是个狠角色，所以那个主谋想先把引开，解决掉女人，然后拿着钱先走了。可是没想到男人折回来，1对2，完全没胜算就被解决了。我想就这个猪脑子，难怪手下人就拿着钱跑了。男人看我过来，立刻解释说，这家伙是小偷，以前是我的老乡，为了一些事和我有矛盾，现在要偷东西，被我女人发现了，还动手，我这是自卫还击，你相信我吧？我说，我当然相信。监控那事你们也相信我？我当然信你们。我一开始说了，有什么事找我就好。男人扭头看了我一眼，像是要求助。我对他说，大哥，你别慌，我给你找纱布止血。然后我一转身到了客厅，找了个烟灰缸抓在手里，用医药箱挡住。我走到他背后，趁着他接医药箱的空，一抬头就把他的脑袋砸开了。我一连砸了好几下，确定他断气后，我才停手。然后我走过去，把女人肚子上的刀拔了。别怪我，事已至此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让一切回到最开始的办法，只有这个。我把手洗干净，然后去了卧室，轻车熟路找到了那2个背包，拉开拉链一看，金子和钻石还在老地方。我又听到了小孩的哭声，我走到摇篮边一看，忍不住笑了。哪有什么孩子呀，只不过是一个会哭的洋娃娃包在襁褓里。他们当初果然是想用这个来炸我，可惜了，我才不上当。杀掉亡命之徒就是这个好处，没人会管他们的死活。本来就是罪犯的人，在记录上也顶多留下畏罪潜逃的记录。我花了2天，总算把他们的尸体都处理了。一人一个行李箱丢进河里，一了百了，也没人会去找他们。我重新把房子清理干净，顺便装修了一下。我没那么傻，我知道继续住在这里早晚会被排查到，但是想远走高飞，就要把手边的金子分批换成现金，这至少需要大半年。我只能等着。为了不让周围人怀疑，我又开始找了新的租客。这次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只找女房客。这次来的是个30岁出头的女人。我把人带进来，和她介绍说，我这个房子虽然不够大，但胜在这里治安好，只要你住下了，肯定没事儿。女人是在这附近的商业区工作的，我事先调查过，情况属实。我看着她走进去上班的，不像是伪装。她说，我是一个人独居，只要周围的环境好，邻居友善就好了。我说好，这里最适合你了，左邻右舍都很亲切，你有事没事可以和他们聊聊天。女人几乎没犹豫，立刻就和我签约了。出于安全起见，我还特意把监控装回去看了几天。女人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8点出门，晚上6点回来，吃完晚饭在楼下绿化带散步，偶尔和邻居闲聊。我依旧偷偷变卖着手边的金子，不单分批进行，每次还通过不同的渠道找不同的人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还买了几个假身份，弄几个网络电话号。现在只要不让人起疑，我就赢了。再过3个月，我所有的钱到位，立刻出国，到时候就算要追，也追不到我。那个女房客一天突然打电话来，让我过来一趟，说空调坏了，要我来看看。我去了，可是等我到的时候，我发现房子里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。这老头看着快入土了，原本没什么好怕的，可是他身后还跟着2个保镖，头顶比我的门框都高。女房客笑了一下，对我说，你别怕他们，我才是他们的老大。他一指轮椅上的老头，
说这个是我的老板，他有话对你说。老头很客气的和我说坐下，然后和我讲了一个故事。老头说他有个老婆，和他是患难夫妻，好不容易有钱了，老婆生孩子难产了，就给他留下一个儿子。他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，儿子很有出息，还找了个不错的媳妇儿。可是没想到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出了车祸，儿子也在车上，当场就死亡。儿媳妇还有一口气送去医院抢救，人是保不住了，就把小孩剖出来，终于是救活一个。老头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命都重要的，我就怕他出什么事，所以给他请了一堆人照顾。谁想到一个保姆竟然伙同司机把他偷了出来，还来勒索我。我觉得钱都是小事，只要人平安就好，所以我给了赎金，也没报警。谁能想到他们也没把我孙子还回来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了吗？我说不知道。老头说后来我发现不单是保姆有问题，连我的秘书也牵扯在里面，他才是主谋。可是他也失踪了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说不知道。那个女保镖走上来，把窗帘拉上，往地板上喷了卢米诺试剂，一下子荧光闪烁，整个客厅全是血迹。我无话可说。老头说我想我的秘书是死了，和我孙子一样，可是我一直想不通，他们既然不把孩子还回来，就是想再勒索一笔钱，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杀了？估计是误杀，可是到底是谁误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不知道。那个女保镖又走上来，甩给我一叠照片，里面是一个婴儿的尸体，已经半腐烂了。她说这是从楼下的绿化带挖出来的。好家伙，我算是知道她每天散步的时候在做什么了。我说就算在我楼下挖出来的，也不代表和我有关系。女保镖又给我听了一段录音，是她和我对门邻居的对话。她从邻居嘴里问出，有一天我从她家阳台跳到了对面自己房子里。真不错，她确实很会搞邻里关系。我说这也不代表什么。女保镖摇摇头，直接走到我装监控的地方，把监控扯了出来。她说我早就发现这东西了，而且我猜这不是你第一次装。你知道吗？这种自动下载的监控录像都是上传到云端的，就算删除也可以从服务商那里恢复。他给我看一段监控录像，正是我偷偷去房子偷东西的那天的录像，把我闷死婴儿的全程也拍得一清二楚。老头说你大概不知道，你用的监控就是我公司的品牌，知道产品序列号要恢复一段录像很简单。我说不出话来。老头说不知道没关系，可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绑匪要的赎金不是钱，是金子。就是因为纸币有编号，很容易追查来源，但是金子就很难。可是我也做了编号，其中有几块是做过标记的，还有那些钻石，成色最好的几颗也是有记录的。这样一旦在是市面上流通，都可以找到来源。我这么找到了你。我说确实不知道。老头说你觉得我要对你做什么？我说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老头说你很快就知道了。